嫡姐和七皇子是天子赐婚，可大婚在即，七皇子侧妃却当众讥讽嫡姐此生无宠。嫡姐恼怒，扇了他一巴掌。当晚，七皇子竟要断了嫡姐的手。嫡姐惊怒之下，宁死不肯嫁，便逼我替嫁。他以为我会不愿，可怎会呢？这桩婚事本就是我精心谋划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16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七皇子。一片火光中，他悬衣抹发，在侍卫的簇拥下，将利剑放在了我爹的脖颈上，目光阴鸷如鬼。他那只手打了安然，我就砍了他那只手。他指的是我嫡姐，安然则是七皇子侧妃刘氏。今日桃花宴上，刘侧妃当众讥讽即将嫁给七皇子的嫡姐，即使嫁入王府，此生也只配当个无宠的傀儡王妃。嫡姐大怒，扇了刘侧妃一耳光。刘侧妃不怒反笑，只说了3个字：你等着。于是便有了此刻这一幕。这晚，往日不可一世的嫡姐和嫡母吓得脸色发白。我那一品尚书，往日人人恭维的爹气的脸色发青，却也只敢说个荒唐。满府上下鸡飞狗跳，唯有我肆意妄为的七皇子，心里却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要嫁给他，我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。姨娘死后便一直照顾我的刘嬷嬷知晓我的想法后，眉心紧皱，骂我痴心妄想。是啊，我一个不受宠的庶女，才名得名皆不出众，怎配嫁入皇家？可3日后，嫡母却找到了我，她要将我记在她名下，成为尚书嫡女，并找了京都有名的教养嬷嬷，手把手的教我琴棋书画、仪态礼仪，甚至愿意将我那个和马夫有染被活活打死的娘重新葬入祖坟，想后代香火。唯有一个条件，替嫡姐嫁给七皇子。这本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可我却满脸惶恐，姨娘不忠，是尚书府的污点，怎配葬入祖坟？而且如果皇后娘娘发现此事该怎么办？会杀了我的吧？我不敢。嫡母不屑于我的胆小懦弱，却更笃定她在诸多姐妹中选我替嫁是个明智的决定，所以她再次加重了筹码。好孩子，你放心嫁，皇后娘娘知晓此事，她不会怪你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柔顺垂首，怯懦又乖巧。我听母亲的。大婚当日是我第2次见七皇子，他甚至连盖头都懒得掀，坐在不远处，开口便是讽刺：你本是个庶女，替你嫡姐嫁入王府，是不是高兴极了？此话刻薄，可我却轻轻笑了。是啊，高兴。说罢，我自己掀开盖头，目光落在了七皇子身上，见他晃了一下神，我笑意更深。我是自愿嫁给殿下的，并非被迫。七皇子盯着我，目光却是不屑。他如今风评极差，以为我是在讨好他。可我目光落在满桌喜宴上，语气却极其诚恳。我是庶出，自小生活在偏远，嫡母严苛，嫡姐跋扈，父亲冷漠，不怕殿下笑话。自小到大，我从未吃过饱饭。我嫁给殿下是真心的，毕竟皇家富贵，我不想再挨饿了。我说这话是笑着的，可目光却是丝丝缕缕的悲伤，像丝丝细针，扎得人心里发酸。我知道殿下不想娶我，但天子赐婚不可辞。替嫁之事是尚书府钻了圣旨上所说的嫡女嫁给七皇子的空子，你可以借此事大闹一场。皇后真爱你，让我病死，再让嫡姐入府，并非难事，但嫡姐跋扈，她绝不会容下刘侧妃，哪怕你再爱重，正是要整治妾室的法子也有1万种。殿下，你就真的能保证万无一失吗？看着七皇子逐渐认真的眼眸，我为这盘棋落下了最后一颗子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无母族做依靠，我能依靠的便是殿下，所以我不会，也不敢对刘侧妃动手。殿下，我只想活着罢了。有理有据，不卑不亢。七皇子盯着我看了片刻后，意味不明地哼了一声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会因替嫁之事大闹特闹，这对我来说是好事。我笑意染上眼眸，谢殿下。而这时，一丫鬟突然在门外惊声道：殿下，刘侧妃惊梦，唤你过去。七皇子猛然站起身，向外走去。我没拦，
因为我自知我拦不住他。京都人人皆知，七皇子甚爱刘侧妃，两人本是青梅竹马，可一朝刘父获罪入狱，刘家一家被判流放。为娶刘侧妃，七皇子在金銮殿跪了7天。虽是侧妃，但婚后两人情意绵绵，很是恩爱。七皇子更是多次请旨立她为正妃，虽都被拒绝，却能看出他对刘侧妃的情谊之深。如果刘侧妃识趣，就不该霸着七皇子，而是该劝他娶正妃，繁衍子嗣。但可惜，刘侧妃善妒，连皇后赏的妾都容不下。皇后这才发怒，赐婚了七皇子与嫡姐。她希望跋扈的嫡姐能好好整治一下刘侧妃，但可惜，嫡姐被七皇子吓坏了，宁死也不肯嫁。皇后对她很失望，所以才放任了替嫁之事，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如若我压不住刘侧妃，大不了就了结了我后再选皇妃。所以我想活着就不能容许刘侧妃继续专宠，但我并未着急出手，哪怕刘侧妃新婚之夜就勾走七皇子，让我没脸，哪怕我入门多日他都不曾向我请安，尊卑不分，我也没任何不悦，甚至主动找上七皇子问他的身体状况，关心他是否要请太医。府门前，七皇子点了点头，眉宇间带着关心。也好，他身体向来很弱。闻言，我笑着说道，之前王府内外皆是侧妃操持，很是辛苦，如今我入府了，这些脏活累活不如交给我吧。现下桃花盛开，郊外风景如画，殿下不如陪刘侧妃去郊外散散心，游玩一番。此话一出，七皇子眼睛一亮，然后笑了。也好，他是真的为刘侧妃着想，不想因繁琐家事累到他的心爱，但刘侧妃却并不领情，他只觉得他夺了他的掌家之权，是对我心动了。为此，两人大吵了一架。当晚不欢而散。闻讯后，我拿着兵书去了七皇子必经的凉亭，煮了一壶清酒。清酒醇香弥漫园中，七皇子自然能闻到。他寻香而来，看到我后，神色却是冷淡。你怎么在这？我讶然抬头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已是墨色的天，眉宇间划过一丝懊恼。臣妾看书看得入迷，竟忘了时辰。闻言，七皇子有些好奇地走近了我，当看清我手上的书后，他微微挑眉。孙子兵法，王妃也喜欢看兵法。他有些惊讶，毕竟他知道京都贵女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但兵书却极少有人去看去读。我是第一个。我却笑了，喜欢看而已，不算精通。不算精通，便是懂。七皇子来了兴致，让下人列了兵旗，和我切磋了3盘后，七皇子朗声笑了，你实在谦虚。我看着棋盘败局已定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还是殿下更厉害。可七皇子却叹了口气，脸上染上一层阴霾，再厉害又如何，上不了战场，永远是纸上谈兵。出嫁前，父亲曾告诉我七皇子极通兵法，也愿意上阵杀敌，但皇帝皇后却不舍得心爱的小儿子上战场，就连七皇子的知心爱人刘侧妃也坚决反对他去边关，这让七皇子很失落。这时你安慰他，支持他，便会成为特殊。出嫁前父亲的这句话我记在了心里，但我要的不止于此。殿下，禁军亦是兵，陛下娘娘心爱你，不想让你远赴边关，但若是在京都，或许就无妨了。我端起酒壶，倒满酒杯后，轻轻放在了七皇子面前，笑得温柔。殿下若能在禁军发挥出本事，陛下看在眼里，边关战事再起，你又何愁没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呢？我要给他出个主意，让他知晓我的能力，然后记住我，依赖我。七皇子眼睛瞬间亮了，他一口喝干清酒，目光中是他尚未发觉的欣赏。王妃，你真聪明。我微微颔首，并未谦虚。我当然要聪明，因为在这处处围歼的世道，想活着就必须当操盘的棋手，而非顺从的棋子。次日，七皇子便找上了陛下，要求掌管禁军。陛下并未拒绝，而是给了他一小队。原想着是让他操练着玩玩，可谁知七皇子却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操练、训练、整队，
他都亲自上场，而且计划周全。为此，陛下在朝堂上赞赏他一番，又让他接管了一队。七皇子欣喜，愈发喜欢来到我院中，与我谈论禁军操练事宜，会询问我的意见和建议。一来数日，相谈甚欢，让他不由赞叹：“王妃，你可真是我的军师。”我轻轻笑了，给他倒了一杯清茶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愈发亲密，让下人们对我的态度愈发尊重。私下都说这王府的女主人即将换人了。刘侧妃得知此事后，摔了满屋的瓷瓶。我笑了笑，让人给她换了新的。她气恼之际，于是在我生辰时，她借口心悸，将七皇子留在了自己房中，缠绵一夜。而我得到的只有次日七皇子的馈意和一支红宝石缠金丝玫瑰簪，精美绝伦。可我却神色淡淡。谢殿下。后花园中，我第一次见到刘侧妃，她脸色红润，眉宇间满是媚意。看到我发髻上的玫瑰簪，她笑意讥讽：“这簪子不衬我，却衬王妃。幸亏殿下给我时，我没要。”她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轻易打散了之前众人的猜测。原来女主人始终没变，一直都是她，而我有名无实，是个傀儡罢了。次日，我和七皇子上位圆房的事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坐实了我傀儡王妃这一事实。一时间，我成了京都的笑话，无论走到哪都是怜悯或讥讽。心力交瘁下，我感染了风寒，卧病在床，不再出门。可即使如此，七皇子也不曾来看我。下人们见风使舵，对我行事愈发敷衍。我不哭不闹，只是纵容。而一次午后，七皇子再次来到我院中，还未进门就听到了奴婢对我讥讽嘲笑：“你真以为自己是王妃啊？谁不知道你有名无实，只是个傀儡而已，还摆什么王妃架子？我都替你害臊。”他脸色骤变，一脚踹翻丫鬟，众人皆惊，而丫鬟更是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，就被侍卫拖拽着拉了出去。我想行礼，七皇子及时扶住了我，神色愧疚：“王妃，你受委屈了。”可我却没有借机诉苦，说自己这段时日的委屈，何必说？他已经看到了，不是吗？人的想象力会是我最锋利的武器，所以我只是笑了一下，语气淡淡：“没什么，这已比过去的日子好上许多了。”尾音染上了一丝轻颤，我慌忙低头掩饰，却露出了后颈，日光下宛如白雪，更显得脆弱。哪怕七皇子心有所属，也不免生出几分怜惜。而我书桌上摆的棋局、兵书，以及尚在书写的操练书，让他愈发愧疚，所以我毫不意外地得到了他的承诺：“王妃，此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他说到做到。不到一日，他便肃清了七主的下人们，而那个当面讽刺我的丫鬟更是直接被杖杀，血流了一地。七皇子神色却是冷漠：“王妃是王府之主，谁若再敢仗着王妃性子好，不将她尊着敬着，本王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”一时间，王府上下皆惶惶不安，对我比以往更恭敬有礼。因我伤寒未愈，珍贵药材流水般的进了我库房。七皇子看着我，难得认真的说道：“王妃，但我会护着你。我虽不爱你，但会护着你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”我懂他的未尽之言，可我只是笑。殿下可查清在外散播流言蜚语的是何人了？闻言，他眼神闪了一下，下一秒，刘侧妃闯了进来，凄凄哀哀的啜泣：“殿下，我弟弟已经知道错了，绝不会在外胡说八道了，您就放过他吧。”我这才恍然，原来罪魁祸首是刘侧妃唯一的弟弟啊！怪不得七皇子犹豫不决，他犹豫本就是不想让刘侧妃伤心，现如今看到心爱哭得这么可怜，哪里还想得起我的委屈，满心满眼都是哄她开心，所以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便不再犹豫。好了，一桩小事而已，也值得你哭成这样。王妃心善，不会和你弟弟计较的。对他的决定，我并不意外，可面上仍是错愕、失望。七皇子心虚侧目，见他不肯看我，我面色逐渐苍白，最终化为一丝苦笑。是。闻言，刘侧妃破涕为笑，拉着七皇子的手撒娇，
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则充满了讥讽，仿佛在说：你看，你又输了。我抬头直视他的目光，却轻轻地笑了一下，薄唇轻启却无声。真的吗？他愣了一下，下一秒，外面传来了刘侧妃心腹丫鬟的尖叫：娘娘，少爷被皇后娘娘杖杀了！突闻噩耗，刘侧妃眼前一黑，便昏了过去。七皇子连忙呼唤太医，一时间满屋陷入混乱，唯有我加深了嘴角的笑意。刘侧妃是个有手段有心机的女人，不然不会从一个罪臣之女变成得宠的皇子侧妃，不会这么多年霸着七皇子的心，不会让他一次次冒着皇后不悦仍为自己请封正妃的位置，更不会让一个皇子在娶妻后仍为他守节。这几点光靠爱，光靠自小的情分可做不到，他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，才能勾得七皇子几年如一日的爱他。皇后能登后位，便是从秀女一步步爬上去的。按理说，刘侧妃这样有野心有手段的女子，皇后就算不喜她，也不会厌恶她，但皇后就是对她极其厌烦。最初我不明白，但后来我就懂了，因为刘侧妃的眼界太低，她明知我这个王妃之位是皇后赐婚，却为了让我难堪，放任自己弟弟在外散播流言，踩我的脸面，让我成为京中笑柄。俗话说，打狗还需看主人，他打我的脸，给我赐婚的皇后脸上就会好看吗？非但不会，而且还让世人发现，在七皇子眼里，他这个母后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一个侧妃，不然怎会不肯碰我这个皇后赐下的正妃？皇后定会大怒，她虽会怕爱子伤心，不处置刘侧妃，但对于刘侧妃的弟弟，她就没任何顾虑了。死，这是她唯一的结局。可笑刘侧妃还在沾沾自喜，七皇子护她不护我，却不知这场闹剧从一开始就在我的预想之中，更不知道他败局已定。刘大少死后，刘侧妃心悸发作，伤心的连床都起不来，病了半个月，整日郁郁寡欢，宛如失了水的白莲，稍一碰就碎了。七皇子心疼至极，请了假，日日陪伴在他身边，哄他开怀，但却不见成效。为防止府中上下陷入混乱，我痊愈后便正式接手了掌家之权。最初人心浮动，但因我赏罚分明，恩威并施，很快便让府中奴仆信服于我。但即使如此，府中大小琐事仍层出不穷，账本更是错漏百出。我连续忙了数日，才算没出乱子。唯一的烦心事，大概就是刘侧妃迟迟不见好的身子了。正想着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道不满的嗓音：你走神了？抬头看，正好对上了七皇子略显怨念的目光。我不慌不忙地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微笑道：在想刘侧妃的身体。闻言，七皇子眉心微蹙，在开口时语气有些烦闷：他不肯见我。是的，虽然数日来七皇子日日去找刘侧妃，但刘侧妃却拒之不见。即使见面，刘侧妃看他的目光也是哀怨的，这让七皇子心里很不好受，却更加心疼。他是不是在怪我没有护住他弟弟？我没否认，只是轻声说道：侧妃的弟弟被杖杀，是因犯了错，而且下令的人是母后，又不是殿下，侧妃怎会怪你呢？只是他们二人姐弟情深，侧妃难过，难免迁怒。殿下再哄哄他吧，侧妃心爱殿下，不会舍得不见你的。但愿如此吧。七皇子看到我手边的长枪，目光微亮，站起身，在后花园中舞起了长枪。日头下，不一会七皇子便汗流浃背，我起身拿出手帕擦在了他脸上，肌肤滚烫，指尖微凉，接触到的一瞬间，七皇子只觉得浑身一阵战栗，鼻尖环绕的是女子的馨香，让他不由得红了脸。谢王妃，你我夫妻，何必客气？我灿然一笑，面容如盛开的桃花，娇而不艳，柔而温和。七皇子微微失神，虽只有一瞬，但我并不失望。毕竟千丈之堤，能因蝼蚁之穴而溃散，百尺之势，亦能因突隙而淹焚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一蹴而就的事，我要做的就是积累，然后扩大，
最后击杀。3天后，七皇子终于哄好了刘侧妃，两人一同去郊外散心，看花看月亮，看了一整夜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，恩爱更甚往日。刘侧妃生辰时，七皇子甚至当众舞了一段剑舞，为她助兴。刘侧妃感动得红了眼眶，京都贵女更是羡慕非常。我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，笑而不语。可七皇子却在看到我发髻间的玫瑰簪时，下意识地松开了刘侧妃的手。他是想起了对我生辰的敷衍，心里有愧。可在刘侧妃看来，却是七皇子不想因他对她的亲密让我伤心。他脸色僵硬至极，看我的目光闪烁着阴狠。为了抢回七皇子的目光，他笑着挽住了七皇子的手臂，娇声道：“殿下，妾新学了一个掌上舞，你来为妾奏琴可好？”七皇子当然不会拒绝。这一夜，刘侧妃在盘古上翩翩起舞，一身粉裙摆动间划出优美的弧度，轻盈如玉乘风而去的仙鹤，美艳不可方物。七皇子目光没有一刻从她身上挪开，两人一琴一舞，宛如神仙眷侣。一曲罢，在场众人仍陶醉其中，看向刘侧妃的目光满是惊艳。这舞姿宛如仙女下凡，美而不妖，简直让人看不够。是啊，太好看了！你看，七皇子都看入迷了。众人闻言都看了过去，正好看到七皇子正温柔地笑看着刘侧妃，惊艳不加掩饰。刘侧妃更是得意地看向了我，眼里满是恶意的期待，仿佛等着看我自惭形秽或者难堪离场。可我回视着她，却突然轻轻笑了，笑得意味深长。这次生辰宴，刘侧妃大放异彩，她所跳的掌上舞也惊艳四座，那皎皎如仙的舞姿，一时间在京都引起了模仿学习的浪潮，甚至贵如公主都跃跃欲试，想请舞姬教习。于是他们找上了皇后，可皇后在听到掌上舞3个字后，脸色却骤然变得冷厉，开口更是冷酷无比。掌上舞是亡国之君爱妾所创之舞，前朝皇帝爱看掌上舞，害得年幼舞女为追求翩翩欲仙的姿态，多数饿死。先祖对此舞厌恶至极，曾禁止此舞再现。可如今你们身为公主，却对此等妖艳惑舞、靡靡之音如此推崇，是要置先祖于何地，置惨死的百姓于何地？此话一出，众人皆吓得脸色发白，纷纷跪在地上请罪。皇后环顾四周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刘侧妃不懂礼义廉耻怎么写，让她去安隐寺好好学学，没本宫的命令，不允许她回来。她一声令下，刘侧妃只觉得无限冤枉。她花费千金，废寝忘食地学习掌上舞，本是为了让七皇子更离不开自己，可她没想到，竟会害得她被赶出王府。但皇后之令，她不敢反抗，只能凄凄爱爱地抱着七皇子落泪。一定是王妃挑拨的母后，不然母后怎么会如此重罚妾？殿下，你一定要为妾讨回公道啊，妾好命苦。闻言，七皇子亦有同感，目送他离开后，就立刻进宫，想要个说法。对我一时充满怨怼。可当他走进皇后宫殿，看到的却是我跪在地上，被皇后严厉训斥。你一个王妃，怎么连个侧妃都约束不了，简直无能至极。闻言，我脸色苍白地低下了头。母后息怒，一切都是臣妾无能。臣妾想侧妃也并非有意跳掌上舞，当年先祖虽禁止此舞再现，却并未下达明令。侧妃大概并不知晓此事，才犯了错。母后宽宏大量，不如就饶了她吧。这番话瞬间浇灭了七皇子心头对我的怒火。他实在没想到我会为刘侧妃说好话，毕竟刘侧妃在府中对我多有不敬，如今她倒霉，我该落井下石才对。七皇子这么想，所以他才会迁怒于我。但我非但没有借此机会打压刘侧妃，反而替她说好话，将罪责认在自己头上，让皇后宽宥刘侧妃。皇后也没想到我如此大度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本宫把她送走，不是为了给你机会，让你坐稳王妃之位吗？可我轻轻笑了一下，臣妾不在意这些。那你在意什么？殿下开心。我声音柔软却认真，殿下开心，我便万事顺遂，哪怕无宠，我也认了。皇后蹙眉，
有些不悦我的无能，可站在门外的七皇子却错愕地睁大了眼睛，因我大婚之日对他说的话。他信我嫁他只求富贵，对他无益。可如今谎言揭开，他才知那时不过是托词。他本该愤怒的，可看着我眉宇间的伤感，他的心却烫得厉害。片刻后，他走进殿中，将我护在了身后。此事是儿子的错，是我宠坏了阿然，让他犯了错，母后要怪就怪我吧。闻言，我瞬间红了眼眶，感动非常。七皇子看到，神色愈发温柔，这和王妃无关，王妃治家有方，从未出错，母后不要迁怒于他，不然吓跑了这么好的妻子，母后可赔不了一个给儿子。他语气带着调侃，缓和了殿中紧绷的气氛，也让皇后绷不住严肃的脸，嗔了他一眼。只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，算什么夫妻？他在暗示。七皇子脸色微僵，可在感受到我冰凉的指尖时，他沉默片刻，终究是点了头。儿臣明白。他答应了。我错愕地看向了他，正好撞进了他漆黑深邃的眼眸，一刹那，我脸瞬间红了，慌乱地低下头。和往日温柔平淡的王妃判若两人。七皇子却笑了一声，声音低沉：王妃，回家吧。回府的马车上，我看着他牵住我的手，突然笑出了声。他疑惑地看我，笑什么呢？我目光柔软，开心。得此结果，才不枉费我花费千金让擅长掌上舞的舞姬在刘侧妃面前展示，勾得他私下学习。他想借此舞大放异彩，却不知此舞有毒，沾之必死。圆房那日，七皇子重新找回了大婚那日的盖头为我盖上，这次他亲手掀了起来，目光温柔：王妃，你真美。我脸上微红，羞涩却又大胆地挽住了七皇子的脖颈，眼中含泪。妾等这一天，等了好久，现在就像在做梦一样。殿下会一直对我好吗？他轻抚我的侧脸。当然，你是我的妻，我会护着你。说着，他俯身吻住了我的唇。这一晚，七皇子直至天亮才肯停下来，自此更是夜夜笙歌，每天都要缠绵到夜深才肯歇，如饿狼一般。而我极力迎合，床榻之上宛如献祭的仙鹤，只为让他尽兴。可他尽兴了，我却累得浑身酸痛，白日憔悴。服侍我的嬷嬷心疼地说道：王妃该劝着殿下克制点。我只是笑，随殿下开心吧。嬷嬷没法，只能找上了七皇子，劝他体谅我。七皇子脸一红，说自己明白了。当晚，他没行床事，只是温柔地抱我在怀里，轻轻拂过我的头发，嗓音怅然：王妃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闻言，我眼泪瞬间落了下来，重重点头。好。半年后，我被查出怀胎3月，七皇子大喜，封赏了全府的下人，每日都红光满面。与此同时，安隐寺传来消息，刘侧妃病重，她想要见七皇子一面。一并送来的还有一枚同心结，那是两人年少时所作。七皇子同刘侧妃说，愿两人情分如此结，紧紧缠绕，此生不负。那时他交房独宠，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数年后被七皇子遗忘在安隐寺，更想不到曾经那么爱他的男子和别的女子恩爱缠绵，繁衍子嗣。甚至七皇子是在看到此节后，才恍然想起自己已许久不曾去见刘侧妃了。时间是对爱最致命的毒药，情深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甚至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是在七皇子每次去看刘侧妃时流露出不悦，便足以让他从3、4天去一次，变成10日去一次，再变成月余去一次。有次他笑着调侃道：你过去可不这样，侧妃生气，你还劝我哄侧妃。我轻抿嘴角，黯然垂眸，那时不敢，怕殿下发现我的心意，把我赶出去。这下换七皇子慌了神，他将我抱在怀中，温柔地摸着我的小腹。是我的错，以前的事不提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，没其他人。他说到做到，再也没去过安隐寺，春去秋来，到如今他甚至连提都很少提了。但到底是青梅竹马，刘侧妃病重求见，他叹了一口气，终究对我说：我去看看他。七皇子本以为我会不悦，
做好了哄我的准备，可这次我却难得大度。应该的，你们是自小的情分，他临死求见，殿下不去，该是何等薄情。带上太医一起去吧。闻言，他目光更加温柔，称我为贤妻。可当他去了安隐寺，看到刘侧妃，太医却说他在装病。一刹那，七皇子脸色骤变，他没想到他印象里那个娇艳似火的青梅，竟会为了邀宠，利用他的真心对他撒谎，这让他伤心又失望。但他仍然在刘侧妃的哭诉下，将他接回了府。他总是心软，为此事，我对七皇子变得极其冷淡。他理亏，只能想方设法地哄我开怀。内院、后花园，处处都有他哄我的身影，而这之前从来都是刘侧妃的专属。他怎能不恨？但他自知七皇子对他的情分早已稀薄如纸，他不敢闹，只敢在背后发狠地扎我的小人。但恨藏在心里，就总有爆发的一天。我生产前1个月，嫡母带着新寡的嫡姐来府中探望，刘侧妃陪同在侧，突然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当初都怪妾不懂事，毁了徐大小姐和殿下的姻缘，不然如今七皇子正妃，便是徐大小姐了。”粗陋到极点的挑拨，却让嫡姐神色微变。她看了看我身上的绫罗绸缎、珠翠宝玉，再看看自己的一身素衣，我和她的差距早已是天壤之别，而这本该是属于她的。于是不忿和嫉妒不自觉地便染上了她的眉梢。而见挑拨有了成效，刘侧妃笑意更深，而我看着两人的异样，笑着添了一把火。女子生产本就是生死一线，我若是不幸没迈过来，为了孩子，我定求殿下迎娶嫡姐，这样我就算死了也瞑目了。此话一出，两个人的眼睛都亮了。哎，我目光落在窗外合欢树上，听闻这是刘侧妃和七皇子成婚时，七皇子亲手种下的，意味着合欢美满。但可惜，如今早已败落，大抵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就像刘侧妃也一样。经我提点，两人果然在我生产前有所动作。一个收买了我的产婆，让她拖延我生产的时间；一个收买了太医，让他在助产药里放红花，害我大出血。然后便待在房里坐等着我惨死的消息。可他们空等了一天，等来的却是我产下一子，母子平安的喜讯。刘侧妃脚下一软，神情恍惚。这怎么可能？产婆明明已经答应他了，必让那贱人惨死当场，怎么会母子平安呢？可还没等他想明白到底哪个关节出了问题，七皇子带着一队禁军已踹开了他的门。夜色沉沉，七皇子将剑架在他脖颈，双眸赤红，宛如恶鬼。贱妇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王妃下毒手！刘侧妃脸色骤然变得煞白，她明白是已败露，她哭喊着说自己错了，可七皇子却看都不再看她一眼，便命令禁军将她扔进了大牢。我嫡姐亦是如此，只不过比起刘侧妃的形单影只，我的嫡母和父亲也陪同嫡姐一同下了狱。罪名：谋害王妃和皇嗣。最初嫡姐还会喊冤，可几鞭子下去，便什么都招了。而刘侧妃在狱中一直撕心裂肺地喊着要见七皇子，妄想借着情分，让他如曾经一样再次救下自己的命。但可惜，七皇子对他这个撒谎成性、狠辣无常的小青梅早已深恶痛绝。别说见，就是提就觉得恶心，甚至他一把火烧尽了两人过往所有的书信、礼物。刘侧妃得知此事后，在当晚一头撞死在了牢狱里。那时，七皇子正温柔地哄着孩子，听闻刘侧妃的死讯，他眉心微皱，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死了也好。而我月子结束后，抽空去了一趟牢狱，去见了我的嫡姐、嫡母以及父亲。牢狱内，我看着蜷缩在角落，哭着喊着让我救救他们的一家三口时，控制不住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我那尚书父亲瞳孔紧缩，瞬间什么都明白了，是你设计的这一切。我微微一笑，是啊，是我。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一个白眼狼。你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全是我给你的，你得到七皇子的宠爱，我也帮了你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报仇而已。
我直视着他，语气冰冷，杀母之仇。闻言，三人皆脸色骤变。20年前，我姨娘早已有心上人，只等着嫁给他，相伴终生。可你见她长得美，便不顾她意愿，强行将她娶进了门。你自以为宠爱她，可在她被诬陷和马夫私通时，你却不肯为她辩驳一句。那时，我跪在地上，求你们，给你们磕头，想让你们放过我姨娘，可你们怎么做的呢？那天，我把额头磕得青紫流血，得到的唯有一句：见人生渐肿，赶紧滚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姨娘被廷杖打得血肉模糊，直至彻底死去。父亲，你知道我姨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我看着徐尚书惊惧的目光，微微一笑。他说：阿瞒，为娘报仇。这句话，我从未有一刻忘记。但我自知想复仇，靠我自己是不行的，我必须拥有比尚书府更大的权力才行。所以，我将目光放在了皇家，而皇室中，大概没有比重情、心软，又被帝后保护得太好，而显得过分天真的七皇子更好的目标了。嫡姐以为是他选中了我替嫁，却不知道，实则是我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的婚事。他也更不会想到，刘侧妃当初当众讥讽他，是因为我三言两语的挑拨。但只是嫁入王府还是不够的。我想掌权，就要得到七皇子的心，就要除掉刘侧妃。为此，我步步为营，一步步摧毁了七皇子对他的爱，将他赶出了王府。现如今，我有皇子傍身，七皇子也爱我如命，我已无后顾之忧，所以我终于可以报仇了。看着三人惊恐万分的目光，我轻飘飘地吐出了2个字：杖杀。三人断气后，我起身走出了牢狱。我曾无数次地想过，大仇的报那天，我会如何畅快。可真到这一天，我却发现内心唯有荒芜。微风起，卷起一阵凉意。抬头看，我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的，像极了姨娘死那天。姨娘死得太早，早到我如今早已记不清她的脸，只能想起那混在雨水中的惨叫和鲜血。时隔多年，那是我一生的梦魇，催动着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算计谋划，为的就是复仇。可我从未想过，复仇之后我又该如何呢？余生的路我该如何走，又走向何处呢？我不知道。而这时，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将我从迷茫中唤醒，循声望去，一抹身影正站在不远处看着我。是七皇子。他快步走向我，将抱着怀里的孩子交给了嬷嬷后，便撑着伞向我走来。王妃，咱们回家了。我沉默地注视着他，看着他一如初见时俊美的脸庞，看着他因为得到我回应而失落的目光，看着他偏向我这一侧的伞和他湿透的半边肩膀，心里仿佛被烫了一下。他是真的爱我，就像曾经爱刘侧妃一样，炙热又滚烫，让人忍不住的沉溺。我轻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伸手牵住了他冰冷的手，微微一笑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一刹那，他眼睛亮极了，也烫极了。我想，我大概没有选错，但就算错了又如何？我可不是刘侧妃那种等着爱上门，被负了就去死的小女人。明明谁负了我，谁才该死才对。反正我双手早已沾满鲜血，不怕染上新的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